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棵兰花自从2周前，我把它从陶粒木炭种植转到水苔种植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它的根，长出这么多新根来了。刚才给它浇水的时候，我还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仔细看一下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长出了新根，背面这里也长满了新根了。这棵兰花自从去年6月份团购回来之后，整整1年了，一点新的进展都没有。2条新根之间的那一条老根就是原来的根了。这棵兰花买回来之后，就跟其他的蝴蝶兰一样，都是用陶粒木炭种植的。其他的兰花都陆陆续续的开花了，唯独这一棵兰花一点进展都没有，还黄了2片叶子。陶粒木炭种植已经有1年了，最近我都是在给我的兰花换植料，也顺便给这一棵兰花也换成了水苔种植。这种水苔种植的方法，最近几个视频我一直都在分享。想了解我是怎样用水苔种植蝴蝶兰的，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看一下。这棵兰花除了长满根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惊喜，看一下它这里长出了一片新叶子。用陶粒木炭种植了1年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转到水苔也就2个星期吧，又长根又长叶子，真的是太意外了。这棵蝴蝶兰是朵莉兰，是蝴蝶兰之中少数的地生兰。所谓的地生兰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用盆土来种植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地生兰，用什么植料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所以就跟其他的蝴蝶兰一样，都是用陶粒木炭种植。可能植物也像我们人类那样，有人喜欢吃中餐，有人喜欢吃西餐，而这一棵兰花就是喜欢水苔的种植方法吧。可能水苔的湿度或者里面的空气流通对它的根的生长是有影响的。我通常在兰花种植半年之后，如果没有什么进展，我就会给它换植料，换一种种植方法。每一次给这棵兰花浇水的时候，都说要给它换一下植料。最近买的兰花比较多，忙一上盆就把这棵兰花忽略了。这一次给它换盆之后，才发现它那么不喜欢陶粒木炭。兰花不会说话，它就以这种方法告诉你什么植料是它喜欢的，怎么样的浇水方法是适合它的生长。所以我们平常种兰花，有些兰花种得挺好的，有些兰花就是不生长，也就是这个原因了。有些兰花需要的水分多一些，有些兰花需要的水分少一些。所以我们平常浇水的时候呢，不要说我5天给它浇1次水，一定要根据植料是不是干了，根是不是干了，这些才是决定什么时候给它浇水的主要的原因。这个就是它的名签，白氏朵莉兰。这棵兰花除了换水苔种植之外，施肥也是用酵素兑水来施肥的。用陶粒木炭种植的时候，也是每一次浇水都是用酵素兑水来浇水。换成水苔种植之后，
浇水也是用酵素兑水来浇水的，分量也没有什么变化。看看这一片叶子，叶子的颜色看上去明显的比较柔润。再看一下原来底线面的这一片叶子，这片叶子就没有什么光泽，暗淡无光的样子，看上去就不是很健康。蝴蝶兰在它的积极生长期，它的叶子的颜色是有光泽的。平常我们养蝴蝶兰要经常的仔细检查，发现它的叶子有什么变化之后呢，就要决定要不要给它换一下植料，或者换一个环境。可能是灯光对它的影响，或者是通风的环境对它有什么影响。换一下环境，或者有意外的收获呢？这颗兰花换了植料之后，我希望它能很快的健康的生长。左边这一颗兰花还是用桃绿木炭珍珠岩种植，上面是用了一些水苔。这颗兰花也是6月份团购回来的，现在它已经开花了。等它开完花之后，也把它转到用水苔来种植。